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来讲一起很残忍的案件。一个年过70的老人，在惨遭强奸后被人弃尸山林，身上还有多处严重伤痕。历经11年，警方排查上千人员，但都没有找到凶手。调查陷入僵局的警方几度重启案件调查，利用一个经斑上的 DNA， 警方足足做了11年的努力，终于他们找到了凶手。而凶手却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，让人不可思议。这位17岁少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会对一个70岁的老人做出如此行为？故事内容十分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发生在2003年的广西崇左市的一个农村。当天有村民外出劳作回来时，无意在山脚下一处草丛中发现一具尸体，尸体周边遍布着已经干涸的血迹。审视现场后，法医发现死者前额有凹陷型的骨折痕迹，在尸体周围还找到疑似作案工具的木棍。经过对比，死者正是村里失踪多时的孙小华，一位68岁的老妇人。死者身上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，也没有任何掐痕，右手上还戴着一枚金戒指，贵重物品都在，这说明老人应该没有遭遇劫匪。可接下来令警方震惊的是，死者下半身的分泌物中居然存在一个男性的精斑，这说明死者生前很可能遭遇性侵犯，并且很可能是被先杀后奸。事情传开后，整个村子乃至小镇人心惶惶，到底是谁会对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做出这样的行为？警方迫切需要将凶手绳之以法，还死者一个公道，还村里一份安定。发现尸体的地方周围杂草丛生，村民和路人都不愿走这条路，它距离老人孙小华居住的村子水口屯3公里。发现死者的是老人的儿子，他说母亲赶集时喜欢走这条近路，当天为了寻找失踪数天的母亲，试探性地走了这条路，不料真的发现躺在地上的母亲。按照警方原本的设想，凭借手上的 DNA 证据，他们很快就能破案。只要对比村里男人的 DNA， 那凶手自然无处藏匿。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，他们想得太简单了。原本3个月的破案预想，一晃就是11年。在走访调查中，警方从村民口中得知，凭借自己生了7个儿子的本事，死者孙小华为人心高气傲，甚至还有些霸道。这是因为在以前的农村，每户人家是按照男丁数量分配粮食和田地，所以谁家男人多，谁家得到的田地就多。久而久之，一种家里男丁越多，地位越高的观念便流传了下来。尤其是在偏远农村，这种观念在老一辈身上更是根深蒂固。霸道虽霸道，但孙小华的死也引起了村里人的同情。可有个人则不同，他认为孙小华是死有余辜。这个人是孙小华的69岁邻居吴青山，此前曾发生矛盾。按照村民的说法，在死者丈夫外出经营水果店后，吴青山就总是往孙小华家里跑。本来邻居之间的窜门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长此以往后，村里人对两人便有了闲言碎语。因为69岁的吴青山一直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子女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在后来吴青山一次窜门时，孙小华对他大声叫骂，附近的村民都纷纷前来凑热闹。被羞辱的吴青山一时气不过，隔天用锄头翻了孙小华家的菜园。气不过的孙小华叫来几个儿子，狠狠教训了吴青山。自此，这对邻居便结下了梁子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更加引起警方怀疑的是，案发当天，吴青山一大早就外出放牛，而且中午也没回来，这明显不符常理。按照正常习惯，每天早上田地的草会沾满露珠，牛吃了会拉肚子。所以一般村民都是在接近中午，等草上的露珠蒸发的差不多时才外出放牛。而且吴青山以前都会在中午回来，可偏偏案发那天早出晚归，而且当天他放牛的区域距离案发地点非常相近。审讯中，吴青山表示自己当天的确在案发地附近放牛，但之所以中午没回去，是因为自己跑到鱼塘钓鱼，而且离家之前还带了午饭。可由于缺少不在场证明，吴青山依然在警方的怀疑名单中，所以凶手会是吴青山吗？在审问吴青山的同时，法医从死者身上提取的精液 DNA 也有了结果，但结果让警方有点懵逼。
死者身上的 DNA 并不属于吴青山，两者的外染色体只是有点类似，但也仅仅是类似，所以吴青山不是凶手。可 DNA 结果表明，凶手和吴青山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宗族，也就是说，两人可能是亲戚关系。但吴青山对自己的亲戚关系一直遮遮掩掩，无奈的警方只能通过走访，把村里跟他沾亲带故的可能男性都做了 DNA 比对，但就是没有发现有吻合的 DNA。至此，吴青山这条线索便断了。后来，扩大排查范围的警方发现，孙小华遇害当时正值水果丰收季节，也恰逢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进入崇左打工的时间段。走访中，距离案发1公里外的一个果园，警方收到了一条重要线索：有个45岁的工人大壮，在案发次日后匆匆离开果园，甚至连1个星期的工资都没向老板要。对于大壮的去向，果园老板也表示一无所知。案发当天，工友表示自己和大壮劳作后，两人前往集市买了些生活用品，然后中午才开始返回果园。可走到一半时，大壮表示刚才在镇上忘记给贵州老家打电话，便又折回了镇上。而之所以要返回镇上打电话，是因为当时手机并未普及。但奇怪的是，大壮当晚迟迟没有回来，第二天回来时还换了一身衣服。回来后更是直接收拾行李走人。更加细思极恐的是，警方查遍了当天镇里的所有公用电话，但都没有发现朝贵州拨出的电话。在真实办案过程中，警方会多管齐下，同时调查多条线索。在调查大壮这条线索时，另一队人马也在调查这第3个重大嫌疑人，那就是与死者孙小华同村的68岁村民李卫国。两人曾因为祖宅问题发生过矛盾。此前因为暴雨原因，孙小华祖宅围墙发生倒塌，于是便让儿子修缮围墙，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由于孙小华的贪心，故意将围墙外扩一段距离，以此扩大自己的祖宅面积。而与孙小华祖宅相邻的正是李卫国的祖宅。对于孙小华的霸道，李卫国很是生气，并找来同村人理论。但孤身寡人的李卫国哪里是孙小华的对手，最终在村委调解后草草收场。可以说，在整个村子几乎都能见到孙小华野蛮霸道的身影。只因为自己生了7个儿子，仗着家里人多。母亲失踪后，孙小华的儿子发现李卫国也随着悄悄消失。用李卫国的话来说，就是他的女儿在南宁买了一套房，刚好在装修，便让自己过去帮忙，并非是孙小华儿子所说的犯罪潜逃。随后警方也证实李卫国的确没撒谎，这可把警方又打回原地。到了这里，警方拥有的直接证据就是孙小华下体中的精斑 DNA。 几经反转后，警方终于找到了大壮，也就是我们前文中说的第2个重大嫌疑人。大壮交代，在2003年时，他的确在广西崇左打工。案发当天，自己在公用电话亭排队，准备向家里报平安，可前面的一位中年妇女说了10多分钟还没结束，自己便催促她快一点。没想到这个女人不但没有挂断电话的意思，还直接对他破口大骂，骂大壮一个外地来的打工仔，你着什么急？是赶着去投胎吗？总之各种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。气得一肚子火的大壮悄悄地跟踪了这女人，并在一处偏僻小路上用石头击昏了她。看着对方头上流下的鲜血，大壮以为自己错手杀了人，便匆匆到镇里买了一套衣服，直到第2天才返回宿舍，然后连工钱都没要就回了贵州。而这个被大壮用石头击打昏迷的女人，也并非是孙小华，而是镇上另外一个中年女子。从2003年案发到2014年，警方花费11年，终于为案发的村庄建立了完善的 DNA 族谱，也就是按照辈分顺序排列的 DNA 信息。经过比对，2014年警方找到了28岁的吴景鹏，他的外染色体和当年的精斑 DNA 高度相似，几乎一模一样。这让警方错愕不已，因为如果侵犯死者的人真的是吴景鹏，那他当年作案时只有17岁，可一个17岁的少年怎么会奸杀一个68岁的老妇人呢？民警不敢相信，但必须相信。警方从广西远赴福建，逮捕了在福建打工的吴景鹏。根据他的交代，案发当天他抄近路回家，不料途中与孙小华发生碰撞，脾气暴躁，孙小华便对他破口大骂，说他走路不长眼睛。吴景鹏当时并没怎么回口，而是直接往前走。本来这件事情退一步海阔天空，
但走在路上的吴景鹏却是越想越气，于是他回头拿起一根木棍，从背后打了孙小华。气急败坏的孙小华说道：“你敢打我，我回家叫我7个儿子打死你！”被这么一吓唬，慌张的小吴便打得更凶。打晕孙小华后，在藏匿尸体的过程中，小吴看到了孙小华的下半身，一时冲动便实施了侵犯。这起案件发生后，村里的人都无不为孙小华惋惜和感叹。原本素不相识的两个人，因为几句言语不合，便发生这样一起17岁少年对68岁老人的惨案。母亲遇害后，孙小华一家人也有了很大的收敛，毕竟有时候祸从口出。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记住一句话：做人别太狂，不然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 game over 的。我是小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